在心底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，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将下雨看成天气，用力捏着泪滴，迈一步往前去，仔细听旅途中的谜语，是孤单走出了秘密，让自己安了心。忘记你的旅行，真是远的可以，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。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，他说别放弃，忘记你的旅行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真挚你说的 Forget me，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，像眼泪，像秘密。我很好也很努力，学着没有你开始很难，但总已可以。那时候的确很美丽，它真美，所以惋惜。忘记你的旅行，真是远的可以，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。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，他说别放弃，忘记你的旅行，偶尔也能可以。那个雨天，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，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，像眼泪，像秘密。老了后我和你可能还会相遇，请让我记得你。看着你有些累，想要一个人静一回，你的眼含着泪，我的心也跟着碎。你为那个人憔悴，为他扛下所有罪，我为你执迷不悔，整夜无法入睡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
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。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。你装作无所谓，其实已痛彻心扉，没想象中的坚强，坚强的面对是与非，想要给你的安慰，你淡淡笑着拒绝，满身伤痕的爱情，不值得你付出一切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。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。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。下一部剧什么？今年应该会出，对，今年应该会出。这种感觉从来不曾。这种感觉从来不会有，左右每天思绪，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，却苦无依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。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偏偏难了难忘记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全都是感动。我是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。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或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。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偏偏难了难忘记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
痛全是感动。我是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。因为有你，世界变不同。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我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。叫我太傻太懵懂，我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要控制我。我要控制我自己，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，装作漠不关心你，不愿想起你，怪自己没勇气。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。告诉我星空在那头，那里是否有尽头？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。告诉我星空在那头，那里是否有尽头？就像流星许个心愿，
让你知道我爱你。也许放晴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故事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。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，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。不要可以说你还爱我，当看尽潮起潮落，只要你记得我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。不用难过，不用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，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。
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颤抖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还没跟你牵着手，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，然后一起分享，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。还没好好的感受醒着亲吻的温柔，可能在我左右，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好高冷，是我这人就这样。的遥控器呢？好高冷，然后关注了，喜欢高冷是吧？喜欢那个不给你好脸。咱们直播间里有些小孩吧，就是真的是，就是刚才有一个人问我说，分手，那个问我说分了吗？然后我没回复，然后别人也问说分了吗？他跟人回复说分了。他妈，你都知道分了，完了你还在那块儿，哎，在那块问我，那个叫雪什么东西？哎，咱们直播间里有一些变态，雪莲花啊，还在那块跟人说呢，还问我说分了吗？完了就转头跟人家说，那死变态，嗯。
啊，涛说什么不在北京发展了？我今年可能要回去啊啊。不，我没有，就是闲聊天儿。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在我直播间里，你们看到就是我脾气不好啊。我不是说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是说脾气不好，是什么呢？是那个我有点不耐烦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个性是不耐烦。就没有说让我生气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，哎呀，就觉得废话，这就是啊。分了吗？分了啊！小大夫去哪儿了？小大夫那个今天去办那个征信去了，去看那个看房子去了。他那个是那个，对我是不耐烦啊，我是不耐烦的一个人，我是非常非常不耐烦的一个人。就有些人和事儿，就是让我会觉得说，这个人就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边。对，是那种感觉啊。就你们可以问，因为我是会觉得说我什么事儿都可以拿来去讨论。昨天我跟一个人在那块 battle 啊，你知道，昨天我也跟一个评论区里的人在那 battle。呃，他在我评论区里边，就是有人评论区里边有人问说那个分不分，他在那个评论区里边说那个啊能不分吗？啊逼人家那个分手啊，不是逼人家那个辞职，然后后来又嫌弃人家那个不找工作，然后最后就是跟人家分手了之类的，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话。那个时候我大半夜啊，我看见了，我就特别无语。然后因为我最近我在那个就是也不怎么喝酒，就是那个就是在调养自己的那个身体之类的。我觉得这种咱们就不理会，就拉黑就好了。后来我怎么想怎么憋屈，我就把他拉回来了，然后我就给他回复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逼他分手的，逼他那个辞职的呢？我说你了解吗？我说你是我俩之间的谁？你了解这个具体的事儿吗？不是我提那个，就是要求他那个辞职的呀。然后他巴拉巴拉说一大堆，他说啊，那我感觉就是那个就是一开始就是什么你要去北京发展，然后那个他就是我让他辞职，让他跟我一起去北京发展，然后那个结果他不辞职，后来我不去北京发展了，然后那个我就逼他辞职，然后说什么那个啊，现在那个辞完职以后，他他不去找工作，然后你就在直播间骂他。我说等一会儿，我说咱们一件一件事儿捋。我说首先呢，那个他又说啊那个我没有说你那个逼你对象辞职，然后那个怎么样。我说首先第一点，你在评论区里确实说了就是在评论区里跟别人说是我让他辞职的，这个就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没有让他辞职，我没有逼他辞职啊。第三点，有些事儿你完全你就不知道咋回事儿啊。当时就是说我要去北京发展，我要去北京发展，我带着他干啥呀？我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带着他一起去北京，所以我不可能因为我要去北京想让他辞职。那个时候是我觉得他辛苦，完了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，我就说你这破工作你就辞了得了。我是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我说那么一个月赚5000块钱，我养你我都能养得起，对吧？我说过这句话，我说过。然后他不辞，他不辞以后呢，他不辞以后，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他过了一两个月，然后他可能就是确实觉得没意思，然后想跟我做自媒体，然后他就辞了。这他妈是我逼他辞的职啊！有一说一。第二点呢，我说这个我俩虽然说分手了，但是我俩关系就是还不错啊，就是你们不用来闯和这个闯和那个的，那可以讨论，可以就是那个就是当个八卦一样在那块聊，这都可以，因为生活里都有八卦，我生活里边我也爱听八卦，我也爱吃瓜。但是你要说真实的，我这个人就是不怕被议论，最怕的是什么？我最怕的就是别人他妈
黑我、曲解我，就这个事儿我要做了，我做了，我要没做，你不能瞎说，对吧？我是这种人啊，所以为啥分手呢？这个为啥分手？那我这个是话就长了，执行。刚才我看评论区里有人说又分了，不是，我就觉得这个又分了这个语气我也听出来了，就是那种啊，他怎么老分手啊？不是我老分手这个事情，那有什么？就是啊，就是让你就是还又分手了？不是我不知道你是想表达什么，但是我听出来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又分手了，他是不是有点毛病啊？就这个意思啊。啊，但是你可能不了解我们这种就是什么优秀的人啊，不了解我们优秀的人，我们就是这感情比较多啊，我们感情比较多，就是哎呀，就是那个是哎招蜂引蝶的，咱们就是就是源源不断，就是你这个东西，你可能你一辈子你都没有一段感情，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哎呀，就是这边就没完没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又分手了。因为我会觉得说俩人在一起吧，就是没有就是说新的一起往上走的那个意愿的话，我就会分。能明白吗？就是我期待的什么？昨天就是前2天，我还跟那个小大夫在那块儿聊天呢，就是我们就在分析嘛，我们就是在聊天嘛。我说为什么会分手啊？我说为什么会分手？然后那个呃，我说其实还是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就是我们到最后啊，又变成了父子，就是嗯，这第3任，好多任，我其实到最后都变成了那种父子的那种啊，就是有一点点，就是我，嗯、所以我不会再找小孩了。我觉得再找小孩也是这么个结果，不找了，不找了，就是到最后就是一定是父子啊。啊，一定是父子。然后就是父子，你们说父子也行，是可以。父子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父子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，嗯，你得管着他，他需要你管着。你不管他，他不走，不往前走。但你要管他吧，一是他也会有逆反心理，第二点呢，你也觉得累。然后他也不舒服，你也觉得累，那你说这个感情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不是情侣。就我跟小大夫我俩在一起的话，比如说看个，比如说看个那个，就是前段时间我总看那个春节档的那个电影嘛，看完了以后，因为我这个人就爱看这些东西，然后就有很多的想法。我我跟网友分享，我都不会跟他分享。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看完一场电影，就我看完《封神》以后，我就各种吐槽，然后我就跟抖音上的人，粉丝群的人，我就在分享，我都不会跟小大夫分享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就那种感觉，就是你哪怕身边的人，你都不会去跟他分享，不跟他就交流。为什么？因为交流不了。就是不是对，聊不到一起块儿去了。他对电影啊，音乐呀，他没有任何的那种理解就是没有理解，就是他看什么东西，他就觉得说，哦，我看了。但我是那种什么，我看完了以后，我会有强烈的那种就是思想啊，就那种就是我的内心世界很丰富嘛。那他就是看完了，挺好的啊，挺好的。那比如说这首歌好听，我觉得这首歌好听，我也不会跟他分享，我可能跟别人分享，我都不会跟他分享，因为我俩就是就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啊。嗯。
小大夫没收入了，你可以给他转点啊。那个叫雪莲花那个傻子啊，那个雪莲花绝对有毛病。我看看多大岁数的傻子啊，是个女的啊。那我不说你啊，对，那我不说你，女的你就好，你都可以，就不一样嘛。就是我俩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是没有交流，包括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困难呐、有一些不愉快呀，我俩就没就是他有事儿他也不敢跟我说，我有事儿啊我也不会跟他说，因为就是解决不了。就是我时常就是他跟我说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有点不耐烦了。然后我跟他说什么东西，他就是听完了，然后石沉大海了。就我巴拉巴拉说一堆，然后他在那不说话了。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东西，我就觉得蠢，我就不耐烦，然后我就吼他。对，就这种情况。所以就是你说谁的错，那我觉得是谁都有错，但是就是不是一路人啊，这不是一路人，就是呃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不在直播间里，就是最终分手的缘故，就是我俩最终分手是在呃春节的腊月腊月27吧。真正分手其实就是腊月27。对，真正分手是腊月27。就是那天我为什么跟他分手呢？就是，这个事儿这长了，就是再往前说一点儿就是，那个过年了，然后我亲哥哥的那个老丈人老丈母娘要过来过春节。来这边过春节，所以就是因为我住别墅嘛，然后肯定我妈妈跟我一起住嘛，所以就会来别墅跟我们一起吃个饭之类的。那你看一家人聚会的话，那小大夫在就是说不清嘛，我跟小大夫什么关系？这点你们能不能懂？就是就是亲朋好友来了，完了小大夫出现就说不清。因为我家里是完完全全接受小大夫和对，就是小大夫的，但是是陌生人，你没办法解释，因为没跟他们出柜。呃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那个过年了，我说你过年了，你那个回奶奶家去帮帮忙。他也知道，因为我在饭桌上就是讨论这个事儿，他全程在那听着，然后我就算是什么呢？我就算是嗯，就给他指引方向。我说啊，那个他们过来吃饭，那你也回奶奶家去，就是帮奶奶干个活儿，因为过年了，打扫卫生啊。然后说完，其实我心里就嗯我说完，其实我心里不舒服，因为我会有一个代入感。我要是年纪小的话，我在别人家里边，然后别人家里来人了，然后让我回自己家里边，我不开心。对，我不开心。然后因为他什么反应？他没有任何反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是一个完完全全，就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太细的那种内心的一个人，他内心完全不细腻的一个人，他也没有不开心，他就觉得哦，知道了。他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我呢，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好，然后我就吃完饭了，然后就是就是我们在饭桌上说的这句话，然后那个上楼了以后，然后我就在那块看看手机，然后我就刷到那种二手房。惠州的二手房非常便宜，大概就是二三十万、三四十万，也有那种十几万的老破小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心里就一直都想给他买个房子，给他付个首付嘛。那十几万的那破房子，咱们就是装不能住就行呗。你要不住的话，咱们找个好地点；不住的话，你租出去，一个月租个800块钱左右。
我就这么打算呢，我就在那块儿咔咔刷手机，在那块儿就给他看房子，因为手机里有好多中介都是那个二手房。我在那块儿刷手机啊，在那块儿忙活呢，在那块儿为他忙活呢，他在那块儿全程打王者荣耀，double kill，就是那种就是在那块儿一直在那块儿玩了他将近玩了三四个小时，就是一直在那玩我就一直在那块儿给他刷手机，就是在那块儿找房子，然后我就忍不住了呀，我就挺生气的呀，我就说你他妈真完蛋。因为我俩说话有的就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就是我其实说话就是比较我们东北人吧，我们东北人基本上都这么说话，就是说他妈真完蛋，啥也不是的玩意儿，就是那种我们会就是在你们呃南方人眼里，我们可能就是比较不文明，或者说不太礼貌的那种啊。但我们东北人就这么说，我就说他妈完蛋，我说你他妈也不着急呀、啊，我说你不难受吗？我让你回家了，然后这个你不难受吗？啊，你不难受吗？然后他说那咋的了？我说你别玩了，我现在在给你看房子呢。你说你手里连他妈几万块钱首付都没有，你说你要是有点首付的话，咱们十几万是不是咱们就是买个房子，以后你也有个落脚的地儿？你别我这边一来人就把你赶跑了。我在那块苦口婆心，我就在那块说，我就在那块特别急，你知道吗？但他就像你们说的那个叫没心没肺，他没有觉得，他没有觉得什么样然后我就在那块儿就生气了。我说我现在在给你看房，这个房子16.8万，首付大概就是3、4万块钱，这3、4万块钱首付给你付了，你自己还月供，你能不能还得起？一个月他妈就还那个900块钱。他说哪有那么便宜的？我说我正看着呢。他说那你推给我。我说你能不能别玩了？就这种啊，就这种。我说你能不能别玩了？他就被我凶的，他就不玩了。然后他就在那块看，你知道我都在那块急的要死了。我就说，那你看看这个房子行不行？拿着手机，拿我手机啊，看看了5分钟，没说一句话啊。你倒是行还是不行？你知道我，哎呀，你们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过吗？我就有点崩溃了。你们能懂我的一个点吗？就是我这边就是想给他找房子，然后他在那块那个就是看完了，他没有任何的那个回馈。那你是想还是不要？想还是想要还是不想要？他说想要啊，但是手里没钱。我说我不是给你付首付吗？你自己能不能还呢？就这样。然后他说能啊，那个能还，这么几百块钱能还。我说那你赶紧找工作呀。那个时候还没过完年呢。然后紧接着我就开始给他找工作，因为我们住别墅区嘛，别墅区离那个市区大概10公里左右，10公里左右啊。然后我就说那你也不用去，你就在别墅区里边，因为我们别墅区需要那个管家，你们小区都有别墅区的管家是不是啊？然后我就说，那你是那个，我说你这工作咋整啊？因为他从8月份一直到那个时候一直都没工作。我说你那个，我说你给你找工作那怎么办？然后他就说那个就是找个工作呗。我说那你就开始找啊。我说这边肯定有管家，那你就面试一下试试。我把这个联系方式我问我的管家，把那个招聘的那个电话都给他了，完了他才去问。就是这种人啊。啊，让他做保安。咱们就是有一些没有就是高档小区的，就是没有住过高档小区，他可能不知道管家是什么啊，都不知道管家是什么。嗯。啊，管家和那个
管家和保安是两回事儿啊。然后呢，这房子也是石沉大海，我跟他交流是石沉大海。然后那个工作他也是，哎，在那块儿磨磨唧唧，在那块儿就是电脑上就开始找，就是那个写简历之类的。然后我就说那买不买房子啊？他说那个想可以啊，然后然后那个就说好了买嘛，我就说那我给他付个首付，因为首付多少钱？几万块钱，我觉得还好吧，几万块钱，完了那个就慢慢还吧，一个月房贷也少，总价十几万、20几万的房子能有多少钱？我说买呗，那不是好事儿吗？我说你确定在深圳，就是惠州住了？他说，可以，怎么样？就是，后来就是我就说，那你现在你就不能再玩游戏了。我说你每天你直播，你赚个80块钱、100块钱，那你也是赚钱。我说你这点钱存着，你每天你干点事儿。他说啊，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，我就我就看他还在那块打游戏呢，就不动弹。我说，然后我就在那块生闷气，你知道吗？都说好了买房子，你买房子你首付我给你出了，完了你一点钱你都不想赚，你在那待着也是待着，你赚点钱，赚个5块钱也行啊，就在那啥也不干。完了我就在那块生闷气，然后我就在那块，我一般心情不好我就直播，就你们可能不了解我，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直播，然后就在那块直播。然后我在那块直播，他也没有因为说我直播，他也过来直播，没有。他就是就是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的惰性是我带是带不动的，就是我骂他啊，得我骂他，就是你们可能就说跟一个人在一起，你想让他就是变好的话，你做一个表率，你就是给他打个样，然后他去跟着你一起做，你好好说，不是。没用。我俩呢是属于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要做什么，跟他没关系似的，他该做他的事儿，你根本就是引导不了他，根本就做不到表率。然后我就在那直播，然后我开直播之前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还在那玩啊？我说你能不能直个播？不买房子了？好好好，打完这一把的怎么样？打完这一把的，我就在那直播，然后我就直播，我就真的我又忍不住在那吐槽他，然后他看我吐槽他，然后他也开直播吐槽我啊，他也吐槽我，我也吐槽他，然后就是吐槽，你知道吐槽这个东西啊，我这个，因为我做直播就比较久了啊，我做了将近10年，9年直播了，两个人都开直播，而且就是我带着他直播，他也有粉丝，我也有粉丝，包括我也有黑粉儿，我们也有 CP 粉儿啊。有的人就是会在中间就是挑事儿啊，你知道，就是观众们，就是很多的那个观众网友，就在中间传话递话，然后那个在那块挑唆，你们有这种感觉吗？就是你们但凡就是看情侣直播，中间肯定有人在那块挑事儿，就观众肯定爱挑事儿，你们能理解这种行为吗？我俩之间就有人挑事儿啊，就有人挑事儿，但是因为我吧，就是我跟龙二也组过 CP，我跟龚大虎也组过 CP，我跟卡卡也组过 CP，那我觉得这个都组过 CP，所以就是面对挑事儿这种事儿，那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不过了啊，太正常不过了，所以我就继续吐槽我的，然后他跟他也跟大家吐槽，就是我这个人掌控欲太强，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劝分之类的，我其实我就觉得还好，呃，晚上的时候睡觉了，睡觉了以后我还给他盖被子呢，我记得。
因为我直播比较晚，直播到3点多，然后给他盖被子，嗯，然后好像是怎么着，第二天他回奶奶家了嘛，因为呃，第二天他干嘛去了？反正他出去了，出去以后啊，然后我办年货，然后我开车跟我妈去办年货，带着我小侄女儿，然后就是我妈就跟我说，我妈就说，嗯，我看这个小大夫这孩子吧，有点儿那个不行，就不闯荡之类的。我妈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妈就单纯的就是因为她跟我妈妈住一起都住2、3个月了，我妈就是在车上突然说这么一句，也没有说别的，就说了一句，就是说："哎，我看这孩子不行，有点肉，就是有点儿磨叽，就东北话，就是有点儿干啥事儿吧拖沓。"我说："是，我说这个人就真的不行，怎么样？"但是你知道妈妈的说话的力量真的很强，就是妈妈就说这孩子不行，这孩子有点肉，在我心里我就觉得那是我对象，然后我妈就是吐槽，我就觉得非常没面子。心里就非常非常不舒服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哎，自己找这么个对象一点儿都不提气，然后我就各种烦。哎，我妈就说这么一句话，我就烦，我就说他妈自己找个对象，我妈都看不上，我心里就这么想啊，我就这么想，然后我就决定跟他分手了。就说完这句话啊，然后我就在开车的路上我就不说话了，我就在想这个事儿，然后我就跟小大夫说，我说咱俩分手吧。我说我说你下半夜儿就是就是凌晨，我说你今天那个凌晨回来把你的东西拿走吧。我说，咱俩也分了好多次了。我说就是吵了半年了。我说那这次就决定分手啊，你后半夜把这个东西拿走吧。然后他也没回话。我为什么后半夜呢？因为我姐姐还有我妈妈跟他生活在一起将2个月了，我就觉得他，就是在我们就都在家的情况下，然后他收拾东西也挺尴尬的。结果，他就一直没回话。然后呢，因为我1点钟我要去接我哥哥的那个老丈人老丈母娘，然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敢睡觉，我凌晨1点去接，结果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以后，他问我第一句话就是："狗遛了吗？"我说："遛过了。"然后他就好像他就不敢进那个卧室，然后他就在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他就在那块儿不知道干啥。然后因为我马上要接人去了，那我就出门了。然后他可能就看我走了，然后他就开始收拾，收拾了1个小时，就那点破玩意儿，收拾了一个小时。收拾了1个小时以后，然后好像舍不得嘛，舍不得，然后就是又遛了一次狗，因为这个狗几乎都是他遛，几乎都是他遛。然后那个他就大概2点多吧，2点多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说："我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"那我没看见，因为我在接人，我3点多我才看见，我到家都4点了。我说："好，我说那个以后不是情侣也是你哥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。"然后就这样，就是俩人就分了。分了之后呢，呃，分手的那一瞬间，其实就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自己有难受或者不难受，没有反应过来。然后因为那天好像睡眠，因为我睡眠都比较乱，好像5点5、6点钟我睡的，就是凌晨5、6点钟睡的。
第二天醒了以后又去办年货，因为就是买东西，买这个买那，然后在出发之前我妈一般都是12点做好饭，就是中午饭，然后我就下楼吃饭。然后下楼吃饭的时候，我妈说：“小大夫咋还没起来呢？”啊，我说：“他走了。”我妈说：“啊？”我说：“我跟他分手了。”然后我妈就愣住了，我妈就说：“啥？不是已经走了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然后就在那吃饭，然后我妈就不说话，我妈就觉得说：我应该心情不好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哎呀。”我说：“确实不上进。”我说：俩人过不到一起去。”我说早早晚晚会分，现在不分，以后也会分。我就这么说，就是跟我妈说，然后自我安慰，然后就是那种就在那块叨叨，我就自己在那块叨叨。后来这不办年货去了吗？然后我妈在路上，那个她就要买那个猪皮熬猪冻，然后我就说别熬了，我说吃不了多少。我妈就突然说了一句，我妈说：“哎呀，是小大夫也不在，这买这老多东西，你们也不吃，买这么多东西，就其实就是小大夫主要吃。你看小大夫还不在。”然后就开始数落我，我妈就开始数落我说：“你也是的，大过年的跟人让人给人撵走了。”这对，你也是的，大半夜的给人撵走了。你说这买这些吃的谁吃啊？就这种。然后我妈就突然这么说，我说：“哎。”就是然后我心里，哎，昨天在这个同一个车里边，然后你说的是小大夫怎么不好，现在你又说这种话，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这确实不合适。啊、确实不合适。嗯，后来我就晚上的时候，我就吃完饭我就心情不好嘛，那你分手肯定心情不好，因为我是住3层，吃饭是在1层，我吃完饭以后，然后我就上了三层。上了3层以后，然后我姐回来的比较晚，9点钟下班儿，然后我妈就跟我姐说了，然后又到了第二天，就是马上过腊月29那天吃饭，然后我妈就跟我说：“哎，昨天跟你姐说了，你姐心里也不好受，小大夫这孩子挺好的，你说你这么一走，你姐心里也不得劲儿呢。”嗯，就我就觉得说，怎么都是我的问题？就我姐是，就是我妈的意思就是说我姐心情也不好，就都说不合适，因为我姐其实也觉得我们不合适，我妈也觉得我们不合适，但是因为他们心软，你知道吧？他们非常的心软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哎呀，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姐是那种就是不说话的那种，但是她其实面冷心热的那种人啊。就觉得说走了就挺不好受的。完了，结果就过年了，就是过年的那天，就是吃完饭，腊月29，然后我就是回忆我妈跟我说的，因为我妈妈一直都觉得说，小大夫是单亲家庭嘛，就缺少妈妈的陪伴，我妈就会觉得说，因为小大夫他爸爸还再婚了，所以就觉得说，哎，我妈就有一点点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孩子大过年的，就是也没有人，就是在我妈眼里，就是没有妈妈的孩子就很可怜。说，哎，人家回家了，那边儿也不太看重小大夫，然后就跟我叨叨，给我叨叨，然后我就躺在床上，我就给小大夫说，我说
刚才我妈跟我说了，说那个，哎呀，把你那个大过年的把你赶走不对，那个虽然说咱俩做不了情侣，但是就是还算是家人，要不然你过年的时候你过来给那个就是来家里过年，给我妈妈拜个年，或者说就在这边过就行。小大夫就说啊，小大夫就没什么话嘛，没什么话。嗯，完了那个我说，到时候你明天方不方便？你要方便的话，就是一起吃饭。他说啊，方便，你看我几点过去合适？我说你按照你方便，反正家里给你留菜了。然后就这样，那个就大年三十儿嘛，大年三十我们是中午就吃年夜饭。中午吃年夜饭，然后这那个就是我哥的老丈人、老丈母娘他们一家人，包括小侄女，就八个人，就在我家吃的饭。我也喝了点酒，然后就吃到2、3点钟，然后小大夫4点多从深圳过来，5点多，因为我喝酒喝多了，那天我喝的比较多，喝的白酒，然后大概9点钟左右，小大夫就进屋了，就说：“哎，吃饭了。”因为我喝多了，然后明明分手了，然后他就在我床边说吃饭了。我说啊，我喝的很多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姐也进屋，起来了。那个小大夫买了一大堆东西给妈买的那个什么保养品之类的。然后我说啊，知道了。我起来了，然后就吃饺子嘛，晕晕乎乎，我就吃了2口，我就又回去睡觉去了。小大夫就留在这儿了。留在这儿以后，第二天我就跟他说，就当天晚上，小大夫就是哭哭唧唧的，就我啥都往外说呢。小大夫哭哭唧唧的就在那我旁边就睡着了嘛，我睡着了，然后他就哭哭唧唧的，然后我就醒了以后，他就说我不想跟你分手，咱俩能不能不分手？我说那个既然分了，那就分了吧。我说咱俩就是哎真的不太适合。我说虽然说就是分手了，但是这个家你随意住嘛，因为我今年可能计划，我今年可能要去北京发展。然后那个他如果说要在这边做那个管家工作的话，那他就在这住呗，也帮我照顾狗，帮我就是因为我妈妈自己住别墅，那你想想一个老太太自己住别墅，她也害怕。我说你就在这住呗，对吧？完了就聊开了，聊开了以后，完了就在这住，一直在这住。这么的就分手了嘛？分手了，然后刚才有人说大过年的给他撵走了，他妈的你们就是听不懂那个我刚才讲述的吗？大过年的我给他撵走了，不是大过年我给他撵走了，是大过年我们这边要招待朋友，招待我哥的那个老丈人老丈母娘，所以他必须得走，能明白吗？看直播看不懂，你们这真的你们看一下那个脑壳听人话听不懂啊。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是算是正式的分手了正式的分手了。分手了之后呢，嗯，我得履行承诺嘛，啊，他一直在这块儿住，然后我就履行承诺，我就说那个就想给他买个2手房嘛，因为他的家庭就是他爸爸再婚，完了再婚，他后妈那边儿也有孩子也有孩子，所以就是小大夫就属于没有人管的一个状态，他不算，就是你想想一个男的再婚，完了对方还有孩子，怎么会管小大夫呢？我说那我得管呐，那他爸不要他，我要他吗？就是我得管嘛，到最后还是我当他爸了，就不像个对象，你知道吧？后来我就这几天就一直在那块儿研究嘛，我就在那块儿研究，我就说那个买个房子，就前2天就是
看了一个房子，呃离那个惠州比较近。然后我就看完了以后，因为因为那个十几万的房子，就十几万的房子是贷不了款的啊，十几万的房子是贷不了款的。然后那个本来想着就是说给他买一个就是那个老破小，重新装修一下，就是住，他不住的话就给他那个就是租出去。但是十几万房贷不了款，贷不了款十几万，我现在手里也就20万块钱，20万十几万左右。说那就看看别的。结果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开发商是有很多的政策，就是什么那个就是首付款比较少就可以买新房。结果我给他看的是一个带装修，带家电、带车位，然后一个就是比较高档的一个小区，因为首付款少。然后我就给他算了一下每个月的那个，就是扣除我给他付首付的，每个月大概就是2500左右月供。然后我就带他去看房了，因为咱那高档小区那肯定好啊，他看他就相中了呀。虽然说地点比较偏，但是地点偏的话，那人家离市中心才10公里，然后就得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给你付首付，你一个月2500，你能不能还？他觉得压力大，然后我又开始骂他，知道吧？我又开始骂他，我说他妈，我说你一点出息都没有。有人给我付个首付就2500块钱，你一个月你2500块钱你挣不来吗？我就开始骂上了，我又开始骂上了，我就真的就觉得不提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说你有点野心，我说你一个月6000块钱你挣不了吗？他就什么他都觉得压力大。哎呦我的天呐，给我气的呀！我就开始骂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开始骂，骂完以后骂清楚了骂清楚了。我说你现在找工作，你一个月的找个5000块钱能不能行？他说能行。我说那你再努力，你挣个6000块钱行不行？他就不说话。我说你这看完了挺好的，房子都挺好的，只是又在那块磨磨唧唧。我说那你随便吧，我也不愿意管你。我说不愿意管你，你随便。完了，因为我们看完房子了嘛，看完房子，然后那个中介是让第二天给他回复因为那个房子，就是那个户型高层只剩那个房间号了。你要是今天不定或者明天不定，万一要被卖走的话，只有9层这种矮楼层了，就高楼层就那么一个。我说不愿意管你破事儿，我说人家他妈明天之前也有答复，这边也催我呢。我说你自己决定吧，别他妈好像我逼你似的。当时他妈那个你工作的好像是我逼你辞的职似的。我说我不愿意管你，然后结果他那管道歉，他说那我不是不懂吗？就那种就来那个死劲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说不愿意管你，我说你决定好了，如果说你不买的话，跟人说一声；如果说买的话，我拉一个群，明天你就跟这个人说，你买的话，你还能降下来2万块钱，大概2万块钱，你自己讲，我不管。就这样，我就睡着了。睡着以后，第二天那个中介就跟他联系，然后最终他还决定买，但是他降下来一万，降下来一万，然后再加上我之前给他降下来4万，一共就是总房价就减了5万就这么个情况。然后嗯，就决定买了就决定买了。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今天去办征信去了，嗯，中介把你忽悠的，把你忽悠急了。不是中介把我忽悠急了，我着什么急啊？因为这个中介他不是售楼处的中介，这个中介是我这几年买了三四套房，都是在这个中介，呃，这个
中介这买的，所以我跟这个中介吧就是很熟。我就觉得说，那你不买呢，你就跟人说；你买的话，你抓紧时间定啊。我也没有说被中介忽悠，因为这个中介，哎呀妈呀，我们都太熟了，太熟了，所以就是不存在那个忽悠不忽悠啊。所以就现在就是那个中介带着他那个做征信去了，然后昨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你决定买房，你跟家里说一声啊。他说啊，为什么要说？亮一亮砍个10万啊，你免费送你。啊，就是那个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免费送你，啊，还给你送个跑车，啊，啊，你要吃屁的时候，你在那个大马路上，你等风来，你就能吃着屁，啊，你可以吃屁，对不对？你在大马路上你许愿都可以啊，这个都可以。然后就是那个昨天我就跟他说啊，房地产行业就是我们有钱，行了吧？啊，嘚儿的啥呀？你这买不起房，你这嘚儿的啥呀？我们都买了多少个房子了，不如你。我们买房卖房，我们都卖了多少个了，还不如你。你别在那块嘚儿的了，那啥也不是的样儿你这我都懒得怼你。惠州真正大白菜价的，对，是这个房子确实便宜啊，确实便宜，而且很好。嗯，就是这个房子就买了以后就能住啊，对，现房带装修，直接就能住啊。总价多少？不能说，就是我很怕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会觉得说你很怕你们，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会问我说你的别墅在哪儿？我为什么告诉你们呀？就是对吧？我为什么告诉你们呀？就是什么你在哪个小区？我为什么告诉你？小大夫在哪个小区？我为什么告诉你们？因为就是不喜欢，这是个人隐私啊。你有人说你欠多少钱，这个我可以说。你说你手里有多少钱，咱不说啊。你不要问这些隐私的东西，好吧？然后昨天我就跟他说嘛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个你跟家里说一声，因为他爸爸是有那种，他爸爸就是不给他钱，反而有的时候找小大夫要钱。我说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得跟家里说。他说为什么要说？我说首先第一点，你是有家的，我说你得跟人说，就是你做重大的决定，你要跟家里说一声，这是教养问题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因为你爸爸可能会给你出点儿钱，给你出点儿钱你就轻松一点儿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如果说你爸不给你出钱，然后呢，你就告诉你爸，就是你买房了，压力很大，你爸就不会找你要钱。我这3点说的明不明白？明不明白？哎，我就说你买不买房，你跟家里说一声，这是教养，对吧？第二点，对吧？你就算是你爸找你要钱，你爸看你买房子了，那你压力比较大啊，那就不会再找你要钱了。我说这个事儿你还是要说。他说，可是我不想说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说？好吧，那我就说。然后他就说了，然后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就是天天在这块就跟他 battle。啊，battle 就是，哎呦我的天呐，就是烦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为为啥要给他？你不知道，而且你知道昨天我又骂他，我又骂他，我骂他。他说啊，那个昨天晚上，他说，我说你跟你爸说了吗？他说说了。他说明天他爸要去那个房子里去看一看。我说看什么呀？他给出钱吗？他说可能不会。我说那他干什么呀？他看完了说不好，你就决定不买了，因为钱已经付了。我说那他看的有什么意义吗？他说啊，我爸那个比较注重风水
啊，房子要买大一点儿，以后家里人住方便一点儿。然后你知道我就来火了，他爸说什么房子要大一点儿，以后家里人过去住方便。第二点要风水要好，我就发火了。我说首先第一点，他们不出钱，完了他们还要来住。我说你奶奶过来住就行了，你爸还要过来住。我说脸怎么这么大呢？第二点，我说风水，我说现在他妈谁，人家他妈家族企业人在乎点风水，完了你这连工作都没有，你在乎风水？你起码我告诉你，就是人生最好的风水就是自己努力，对吧？你人生你得努力，你才讲风水呀、哎呀妈呀，这工作都没有呢，这讲风水，你说，哎呦我的天，我就说哎我这听起来我就咔咔一顿骂，我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就觉得说太奇葩了，我就在那块儿，我就在那就是因为昨天我也喝酒了，我就在那块儿说，他一顿骂他，我说这什么家庭啊，你知道吧？你关键你爸看见说风水不好，你风水不好，你这首付已经付了呀，对吧？首付已经付了啊，我就我跟他爸争这个抚养权，你知道吧？就这种感觉，我差点我就说出来，我说我他妈给你买的房，你爸说什么呀？你知道吧？就这种感觉，哎呦我的天呐，都没就是气的要死，你知道吗？咱这是个前任，是个那个弟弟，我做到这个程度，我觉得已经够了。完了，结果这这家人，哎呦天！所以我就觉得小大夫真的就是，我听完以后我都不想管小大夫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他爸肯定以为不是啊，他爸怎么？因为他爸也知道那啥，这个首付比较少啊，没主见，是没主见，完了就没有反馈，就跟他交流什么，我觉得，哎呀，真的是，所以就是，哎呀，我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说，哎呀，这还好是前任，要现任的话，我真的我就气，就是我他爸知道你们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前任，我是跟，昨天还有人跟我问我呢，说那个啊，你都跟人分手了，你给人买什么房？你怎么那么那啥呢？就是那个单亲说，哎，你都跟人分手了，你怎么那么赔钱货呢？我说人家跟我在一起2年，我说我给人付个首付，首付又没多少钱，对吧？我说首付又没有多少钱。第二点呢，我是会觉得这孩子各方面都不错，但是就是不适合。那以后因为我也是第一任情侣，是超过2年，也是比较重要的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人。虽然说这2年我被他拖垮了，这是我开玩笑的啊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但是我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就像自己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身边有好多的那个同性恋，然后都有孩子了，就要孩子了嘛。他们就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要孩子？”我说：“不要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个跟小大夫在一起2年，我就之前还有那个想要孩子的想法，跟他在一起2年，一点儿都不想要了，不想要了，不想要了，就是完全不想要了。以后我连年纪小的我都不找了，我就找老头儿。有老头儿推荐一下啊，咱们那个直播间里有老头儿推荐一下。对呀、对，找老头儿，找老头儿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，
刚才评论区里有人说那个分手了挺开心的，和平分手啊，就是和平分手。我觉得就是跟他在一起挺累的，然后分开，其实就是也算是，就是对彼此都好。可能对他不太好，因为他可能不想分手。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，我跟他在一起真的很累，然后我就分开就得了。因为你们能懂那种感觉吗？你们能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会变成一个特别暴躁且就是我不喜欢的状态。就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就变成了一个坏人的角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好说好商量，他不行动，每次都把我逼急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发火了，他才去做。所以说一来二去这种情况下，我就不愿意，我觉得我不想做那样的角色，你们能懂不？就是我为什么我费力不讨好，我要去做那样一个决定？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是有说有笑的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就真的就像给孩子辅导作业的那种。我说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呢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承担这样？而且就到最后，可能他还会觉得说我这个人就掌控欲比较强，所以就没必要嘛。我就觉得没必要嘛，啊，感觉好像是腻了。因为你们说的这个就是感觉好像腻了的这些朋友，就是你们一看就是没谈过恋爱。孩子们，你们但凡你们能说腻了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你们肯定是没谈过恋爱。就是感情在一起久了之后，没有所谓的腻不腻，可能是前几个月或者说前一年可能会有腻，但是真正的就是久了就不会腻，而且就是真正久了，就是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了啊。所以是分手了，不是因为你，因为我们一直那方面生活是非常和谐的。我跟小戴和那方面是非常和谐的啊，不存在这些东西，是真的就是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变得越来越不好了。可能他在我的就是跟我在一起的这个状态，他可能会变好，但是我越来越不好了啊。就我不想这样了。我觉得就是包括给他这个要求他买房这件事情，要求他买房了之后，他肯定得努力工作了吧？这也算是我走的下一步棋。但是我心里又有一个声音说啊，你着急完成任务，然后他还不起房贷，或者说他找不着工作怎么样？然后我心里我就会又有这样的一个声音。后来我就在想，我说他妈找不着工作就死啊，知道吧？就那种感觉。我是说，都给你安排明白了，完了你自己找不着工作，你还不起房贷，那我真的我管不了啊。我说你要不想上进，怎么样？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你不上进。就像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在直播间里总说小戴夫不好，我是在生活当中，就是我跟他在一起，我非常的憋屈啊，非常非常的憋屈。第二点呢，我是非常讨厌别人误会我，就说啊，你天天管人家管那，我他妈对他也是实在是好啊。有人说啊，你不要要求你对象怎么样的，他妈的，我他妈养着他，我不能要求他。合着我养着他，然后他在那块就是干啥都行。如果说这个人我不给他出钱，我不管他，或者说就是两个人是他给我钱，或者说我俩是分开 AA 制的情况下，我不管他，那是对的。他妈的，他一直就是我俩在一起，完了我还不能管着他，我对我自己对象有点要求，这难道很过分吗？就你们天天他妈的说什么那个啊，你不要要求别人怎么样了，我他妈对他好，完了我还不能要求他啊？
你们他妈找不着对象，或者说你们找对象完了啥也不是的东西，完了你跟他过得挺开心的，你俩真那个臭鱼烂虾住在一起了，完你们挺开心的。我不是啊，我本身我对自己要求就高，我对我自己对象要求也高，我给他出了生活费，给他照顾他面面俱到的，完了结果我对他有点要求不行了，那谁能对他有要求？我的要求是让他变得不好吗？我的要求是让他变得越来越好，我不能对他有要求，太奇怪了。祝你们都找一个臭鱼，完了配上你这个烂虾，然后你们俩嘎嘎的，你们就活着吧。啊，这可以的啊！你们臭鱼烂虾凑一对儿，是不是啊？那玩意儿你就是不上进，完了你要求别人也不要求你上进，那你就是不上进，对吧？我他妈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一没有学过导演，二没有学过那个就是说那个做生意，我啥他妈我都做，我还咋的呀？我咔咔的我就我算是就是家庭条件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，我自己他妈就是做成这样，我觉得这靠的是啥呀？靠的是我生活当中有贵人，靠的是自己要强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不想上进的话，你该咋地咋地啊，你拉倒吧你啊，又开始夸自己了。我难道不应该夸夸自己吗？我觉得我真的就是，一手烂牌打的还挺好的。咋的了？感冒了？咳嗽咔咔的，会跟他复合吗？不会，就分就分了啊。你看我这名字都改了，叫奋斗版。哎，我以后我会越来越好，我觉得会越来越好。嗯，就不用，就顺其自然。你咋的了？咋卡了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咋整啊？哎呀，不太懂现在的爱情，啥爱不爱的呀？我就觉得就是最好的爱情是什么？最好的爱情就是俩人一起进步吧。啊，俩人一起进步，我觉得这很好啊。但是这种爱情其实蛮少的啊，这种爱情其实蛮少的。又分了咋感觉成天换呢？因为有本事啊，那个装长志出海圈啊，就有本事。你换几个了？不是直播间里怎么能有这么多酸的人呢？啊，因为有本事啊。为什么分？啊，那个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我能说啥呀？我刚讲完为什么分手，完了结果就是开玩笑，抱歉，我也开玩笑的啊。爱一个就是我这个人是什么呢？就在一起，我对他好，我心甘情愿，但是分手了，分手一定是就我觉得挽回不了的，就我都是想清楚了，玩腻了就分了。那个 Old King 就是说，你妈和你爸也玩腻了，但是他因为你这个逆子，他也得继续下去啊，不是这样的回事儿啊，能懂吗？那个 Old King，哎。这个 Old King 就一直想跟小大夫那个怎么地，现在我已经分手了，你去勾搭小大夫去啊。有的人天天在这块就搞事儿啊，有人天天在这搞事儿。那我现在已经分手了，已经分手了，你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？你别觉得说我俩分手了，机会就到你了，你啥也不是啊。对，你啥也不是，你除了那个名字叫 Old King 啊，你带个 King，你其实是那个，
嗯，old zero，对啊，长得帅，在一起久了也不觉得谁帅谁不帅，就觉得很顺眼啊，就觉得很顺眼，没有觉得说好看不好看。嗯，就是有的人说脾气好，啊，有的时候脾气好，但是脾气好的人其实，嗯，就是他没有，就是他比较木。我觉得脾气好的人有点木。我我觉得我的个性，我宁愿找一个跟我天天跟我五马长枪的，天天吵架的，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是有效沟通输出，然后俩人有天雷勾地火的一些想法，然后风风火火的那种，呃每个人都想着说要赚大钱，然后奔事业，我觉得这种还蛮好的。就是你们看过那个就是《我的前半生》吗？就是那个贺涵和那个袁泉那个角色，就是他俩的那种状态，我觉得就很好啊，我就觉得就很好。就是贺涵和那个袁泉那个叫啥来着？就是他俩的那种状态，我觉得很好。就我真的是希望就是说，我跟小大夫也沟通过，我说我说咱俩就是沟通是没有效的，没有交流的，我一般都是我输出，然后你这边一点儿都不回馈啊，完了，我其实我挺想就是说跟别人聊电影，聊那个什么音乐什么的，唐晶，对，唐晶。对，我很希望就是说是这种心里是有交流的，嗯，到底是谁甩的谁，不重要啊，不重要，谁甩的谁不重要，谁甩的谁能怎么着？现阶段就是谁有对象，谁没对象，谁分手了，谁不分手，不，现在这个年代都不重要。啊，你就离婚，你离婚了，现在也没有，就是说，你好像那个你再也嫁不出去了，这不是那个年代了，现在都是那个，嗯、太自恋了，喜欢小戴夫夸他，我觉得你是太变态了，喜欢我骂你，你在我直播间，你就是挨骂没够，你肯定是那个心里那个大变态啊，这个人绝对是心里有点癖好的，在我这儿就是找这个存在感。啊，我可能这边骂着他，然后那边他手就在那块来回的那个动啊，这个人是心理变态啊。麦当劳，对，平时就是在家里就是买那些就是那些器具啊，自己拷打自己，就啊，找一个姐妹，然后扮演那个新者库的那个嬷嬷，开始对自己那个鞭刑啊，你个老变态了你啊，你没事你就是你自己在家偷偷玩儿吧你啊。你本来就不喜欢熊，我确实是对熊的想法会比较弱一些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，就是我生活当中也有那种喜欢找大胖子的，但我不理解，这，你们知道找一个比自己胖的人是什么感觉吗？就是一个找自己胖的人什么感觉？如果说你跟他的那个是正面的情况下，他的肉是一滩，你要是跟他就是就是让他换一个换一个角度的话，他是跪着的角度的话，你会觉得他肩膀好宽呐、他练的比你好，就会觉得说，到底谁保护谁呀、你知道吗？就是完全会出气。我可能看到一个肩膀比我宽的人，我就可能我就分神了。我说，等会儿我一定要练练肩，就是那种感觉啊。就是我没有有那种就是说那种征服感没有。
对，我等会儿我就想赶紧就是练练肩，就那种，特别是正面，你要找个熊，你几乎就是否定了正面。他站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他坐着的时候，他的肚子是那种鼓着的啊，你也不知道就是说具体是什么情况，但只要他躺着的时候，他那个肉啊，就好像一个暖水袋一样，然后就是那个本来圆鼓鼓的肚子一下就瘫在床上了，就一摊肉。就如果说遥控器你要找不着的话，你还得说，哎，我不好意思啊，这边肚子我掀起来一下，哎，在这儿呢，就是这种。哎呀，不行，就是我不行，就，哎哎，你不用起来，我把肚子掀起来，遥控器在这儿，就那种，就不行不行，我不行。嗯，就在你们那个，在你们眼里可能就是那种叫熊，在我的眼里就是他们连象都不算，他们就是猪啊。对，就是猪。因为我觉得熊最起码的就是熊得健身啊，你不健身，你胖那就是胖啊，对吧？胖就是胖，我不行的，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太喜欢熊。我你们要知道，就是你们跟那种就是比较瘦的人在一起，你会觉得说很有保护欲。就我曾经跟一个小孩在一起，他的那个后背像个女人一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就是可以解锁很多的，这对，就会想，对，嗯，宽粉儿来了，嗯。所以不一样，每个人需求不一样。反正我觉得我谈这段感情啊，没有说什么后不后悔，我也不去，就是不去矫情这些的，因为小大夫也挺好的，只是就是真的不一样，就是但凡说我强势的人，你们就希望你们也找到一个就是说跟自己不同频的人，就是主要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对自己生活要求太高了啊，我真的是要求太高了。我交流不了啊，一点儿也交流不了。我对很多事情的要求就比较高啊，就是要求高啊。对方像个男人才有征服欲啊，你的理解。小大夫在熊圈儿确实挺优的这么说吧，有没有深圳的人？有没有深圳的？有没有深圳的那个网友？深圳的有没有？来，深圳的在不在？深圳的有没有？有没有广东地区的？哎，啊，你在深圳啊？那个 Old King 在深圳，我怪不得这深圳这现在经济不好。就是但凡就是在广东地区都知道小大夫这种长相，一抓一大把，真的就是这种型，小大夫这种型在深圳是一抓一大把的。嗯，就是戴个小眼镜，然后那个圆圆的脑袋，然后有点小胖儿，然后就是那种年纪比较小的。嗯。对，就在广州啊，还有深圳都非常多，嗯，都非常多。深圳人都很瘦，你死一死去，你得病了，你瘦啊，我们都很健康啊，你得病了，你是啊，对对，就是这种长相的，就是小大夫这种型，就是那种风格的比较多啊，就比较多啊，所以就是小大夫其实在深圳不算是特别出彩的一个状态。嗯，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有点回到3年前的你了。我觉得分手
分手也没什么。对对，就这样。你们可能觉得他优啊，怎么样呢？我这个年纪我不看这些东西，你优不优的，你能咋的呀？那玩意儿就是关了灯，全都一个样，对吧？那有什么？哎呦我的天呐，你咋的呀？那这最主要的是，就我觉得在一起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有交流，嗯，对，就有交流。你俩人在一起，我到现在我都腻了，就这么说。这个 Old King 你去死吧，我把他删除了啊。这个人就是不能再让他在我直播间爽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删除了啊。行了，我不播了，我一天没吃饭了，我得晚上我得吃一点儿好吧？我现在在减肥啊，我现在在减肥，我就是不播了，不播了啊。咱们有机会，我最近就减肥成功了，我就拍点视频啥的。嗯，对，我现在就大下巴特别特别夸张，嗯，是不是想减肥？嗯，对，哎呀妈，这是聪明人啊，抠卡连佛呀。我这马上要拍东西了，就是减肥，要不然因为镜头是把脸拉得更大更宽，所以就是还是要减肥。毕竟咱们老了以后就是你再胖的话真的是不行。嗯，他还在你家吗？没有在我家。啊，他今天不是办事儿去了吗？啊，对，快拍，是的，其实我现在单身了，我也可以拍一个什么那个恋综了，在哪儿看？在哪儿看？不找小大夫拍视频，怎么又来这个不了解情况的？小大夫他妈跟我说句话都能脸红脖子粗的，跟别人说话，跟我姐说话都是那尖声东，就那种就说话都说不出一个这完整的话的，你让他去拍戏，那卡卡在你们面前都能言会道的，完演戏演的都非常尴尬呢。这个东西不是说谁好看谁就能拍，你得非常自然啊，能言会道的人啊，还他呢，那谁都能演戏，那你把你也拉过来演呗，那不是那么回事，演戏哪有那么简单呢？你可以演泼妇，行行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播了啊，不播了。直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聊太多，但是真的没办法没办法，因为有的时候就很委屈，就是很委屈。有一些东西就是你不说吧，嗯、就是大家不了解实际情况。人有的人就说，小大夫人家之前人做医生做好好的。我再跟大家说一遍，小大夫的本职工作就是小大夫在大学学的就不是说医学，他学的是平面设计。他为什么能去医院工作呢？因为他这个岗位，可能是后勤，后勤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。后勤的岗位，他不是说医生，然后再加上他有叔叔在那个医院里工作，就给推荐过去了，而且这又不是说正式员工，能明白不？所以他小大夫只是我对他的一个，就是一个昵称，不代表说他真的带大夫，他真的是大夫，他不是大夫，能明白不？他不会看病，他可能扎个针儿可以，但是他只能就是扎针儿，他不会配药啊，能明白不？就是小大夫，只是我对他的一个昵称，因为我当时他在医院工作，那我就叫他小大夫，他不是大夫啊。
看起来就袁成最会演，龙二比他演的好，我觉得龙二比他演的好，我觉得龙二算是我合作里的演员里边演的最好的，而且是就是我跟龙二演会，我觉得龙二真的算是挺好的一个人，然后跟他合作也算是越来越愉快的一个人，嗯，对，袁成演的吧。嗨，这些都不说了，因为而且你们要知道一点，能合作下来的演员，一方面是认可你的演员，另外一方面是我得认可的演员，能明白吧？我说的再隐晦一点我觉得我不隐晦了吧？我觉得我说的一点都不隐晦，就是但凡能在我剧里边能出现这么多次的人，那一定是我越来越认可的人。如果不认可的，可能合作过一回，我就不想去跟他合作了。就是你的戏好，你的人品好，你的各方面都好，我愿意跟你合作。这明白吗？这你们能明白吗？我说的不隐晦了吧？但凡就是这个人可能以后不跟他合作了，可能是我们之间有矛盾，或者说，哎，那个可能就是觉得他演戏一般，或者他可能私底下不太好啊，他私底下就是可能我发现他有一些问题啊。龙二，你看我跟他合作这么多次，就是因为我会觉得他演戏业务技能很好。第二点呢，长得也不错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我跟他是彼此认同对方的。第四点就是他私底下的一些个人情况处理的也非常好。就我不得不去夸的一点，就是有很有很多人就私底下的人品并不好。我合作过的演员里边有很多人，其实呃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其实私底下的人品并不好，有骗钱的，有出轨的，有那就多了啊，那就多了。就私底下演员，因为你跟他合作第一次，你不知道他私底下什么样，而且人火了之后，有的就飘了。人火了之后有流量了，被大家认识了，开始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，真有这样的我局里的有几个演员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我只能实话实说，你们天天就是在我直播间里，行了，不播了，手机也没电，拜拜。